江湖人称昆虫美食家，打野界祖师爷贝尔这次属实有点飘了。高温43°C太阳直射下展示荒野求生，全集只看他喝过几吨水，吃了2颗鸟蛋，差点饿了全程，堪比德爷3天饿9顿。本期贝爷来到荒无人烟、鸟不拉屎的犹他州沙漠，是北美最干旱的地区之一。老规矩，还是节目组9毛9核动力直升机出场。贝爷嚣张的来到机舱外，先是向神仙祈祷自己平安无事，紧接着直接随便找了根绳子就往下爬。这要是换做德爷，估计得骂街。爬了没一会儿就已经抵达地面。据说这里是个烤炉，这土地颜色看着就热气，据说温度高达43°C，周围荒无人烟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最好的办法是等待救援。但是贝爷要向我们展示逃生本领。据说周围有许多干枯的河流，只要找到一条沿着走，就一定能够回到人类文明社会。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干，朝着远处的峡谷走去。本想呲溜一下从山顶滑下去，最后怕直接原地吃席，只好小心翼翼往山下爬。最后从4米5高的地方跳下，双脚并舞着地翻滚一周，顺利抵达地面。人体在43°C的高温下行走，每小时要消耗1升左右的水。这附近一看就没有水源，只好自制一个帽子防晒，减少水分流失。这帽子一戴上，看着就富贵了许多。赶紧往前赶路，炎热的天气一不小心就会中暑。好在赶在中暑之前抵达之前看到的峡谷，很幸运峡谷里面看得到绿色的植被，甚至还很阴凉。现在就开始寻找抵达峡谷的路，绕了一圈，算是看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路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往下走。可是峡谷还是很险，这搞得贝爷不得不上蹿下跳的沿着峡谷走。在经历了3个半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，总算是看到了较大的绿色植被。紧接着就来到一个山洞，里边富含淡水资源。可惜的是，有只松鼠尸体漂浮在上面，这水绝对不能喝，肯定有很多病毒，只好改走水路，沿着水路绕过峡谷，说不定可以抵达河边。没想到中途没一些树枝挡住去路，这要是换作德爷，肯定原路返回，绕路行走。但这可是荒野祖师爷贝尔，深吸一口气，直接潜入水下，从障碍物的下方通过。这方法危险极了，这要是障碍物很长，那可能就要原地吃席。好在贝爷运气够好，没一会就通过抵达对面，心想这下柳暗花明了吧。没曾想走没一会，就又遇到一个死胡同。你以为贝爷这下肯定要绕路了，并没有，他直接用传统爬烟囱的方法，一只脚抵住一端，往上边一步一步挪动，费尽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抵达上方。这里根本没有河流，反而比刚刚还要热。又走了几公里，实在太热了。为了保持头脑清醒且冷静，贝爷取下自制帽子，往帽子里灌溉了自制82年冰红茶，重新包裹上去，果然凉快多了，就连口鼻也不放过。历经9981难，总算是找到一个山洞，扔个石头进去看看有没有大师兄住在里面。看着是个空房间，安心躺下休息，睡了个午觉。紧接着出发寻找水源。如此高温之下，再不找到水，恐怕就要原地吃席。一边走一边观察附近地形，尽量往阴凉湿润的地方走去。最后总算是在一个山沟沟里找湿润的泥，把泥土挖出个坑，静待一会就有水分渗出来。来到旁边找一种叫做老花的植物，辅助美国人把它当吸管用，小心翼翼割下一根来到水坑。这水看起来比刚刚的还要黑。贝爷表示这水比大部分城市的自来水还要干净。吨喝了几吨之后，又投入到艰苦的跋涉当中，朝着远方绿色的地方走去。路上爬了无数个悬崖，结果在其中一处给他发现了一窝鸟蛋。趁着鸟妈妈不在家，直接砸碎现场生吃一个，剩下的一个也毫不犹豫的带走。来到阳光直射的地方，找了块石头，把蛋直接打在上面。不一会儿，热腾腾的纯天然炒蛋就已经做好了。贝爷表示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炒蛋。眼看天色渐暗，这里的温度极端，晚上可能会降到40°C左右。为了避免稿子被冻坏，贝爷抓紧时间在周围寻找合适的生火。收集完了，就到附近的石头缝里看看有没有野生辣条，想抓一只来吃。还真给他遇到一只响尾辣条，一不下心对视几秒。贝爷表示这是一条有剧毒的辣条，没办法，只好让他离开。回到营地已经入夜，抓紧时间点燃烈焰，避免肉食动物前来偷袭。次日一早，贝爷早就出发，很快就来到一条河边。眼看挑战就要结束，贝爷打算最后再向观众展示逃生技能。二话不说就往河里跳去，没想到表面平静的河流底下居然是吃人的流沙。这时你要是没看过贝爷的荒野求生，一定一直挣扎，越陷愈深，直至吃席。不过好在你看过，贝爷说只要的侧身换一个方向，用力抬脚，趴下来分散体重，就可以慢慢把脚拉出来。也可以用这种办法穿过流沙底，累了就平躺下休息几分钟，很快就来到对岸。没想到对岸真的有一座小房子，至此挑战成功结束。